利昂啊，作为一个警察，却不会用格洛克，被瑞克忽悠全了。然后瑞克再一次不负众望的被击中了。Morgan 啊，你这个枪上面没有子弹哦，枪管呢都是堵住的，实心的。而且啊，我差不多数了一下枪管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Bella， 感谢回来我的频道。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电影电视剧系列。Bella 也是一个影迷啊，看电影电视剧的时候也会看里面的枪支，看到合理的地方啊，不禁为细节点赞；看到不合理的地方啊，也忍不住大笑吐槽。行尸走肉是我最喜欢的电视剧之一，10几年前啊就开始追剧，每次看到亚裔小哥 Glenn 的时候啊，就会迷妹上身，感觉他是一个特别机智、特别勇敢的人，有他在的地方就很安全。最近行尸走肉的最新剧集《存活之人》Rick 回来了，我也很喜欢 Rick， 有 Rick 在的地方就是主线。我一激动啊，从第一季的第1集开始温习了一遍。这次啊，我就要来聊一下第1季的第1集有哪些有意思的地方。好，行尸走肉第1季第1集一开场啊，就是一个熟悉的画面 ，Rick 提着一个油桶，在一个废弃的加油站打汽油，然后3分10秒左右，一个已经变成丧尸的小女孩出现，弯腰捡起了一个毛绒玩具。现在看起来这一段是不是有一点不合逻辑呢？行尸怎么还会有人性的残留？后面的行尸好像都没有喜欢毛绒玩具的。早期的瑞克啊，可是吓坏了，直接掏出了他标志性的武器 Colt Python。给了一个爆头，在瑞克举枪的瞬间，有一个 cock hammer 的声音很明显。可是这个时候啊，我没有看到 Rick 有大拇指的动作。难道 Rick 的金拇指练得这么出神入化？拔枪 cock hammer 扣扳机一气呵成，连摄像机都抓不住。而且啊，对警察来说，这种单双动的左轮一般在双动的情况下扣扳机，尤其这种突发的情况，没时间用大拇指去 cock hammer。然后啊，我们接下来看Sean呢和 Rick 有一顿话痨之后，去支援一个追捕行动。差不多是10分03秒左右，这样呢拿了一把 pump action 的大喷子，里面啊估计是12 gauge 的 buckshot， 一般呢一枪打出去8、9颗的样子，非常的猛。Rick 呢还是选择了喜欢的 Python， 估计啊是他个人的选择。一般警局里边标准配发的是格洛克。这个时候啊 ，Leon 和 Rick 的对话就非常的搞笑了。What I think, Leon, is you need to stay focused and make sure you got a round in the chamber and you safety up. Would be kind of cool, get on one of them shows. Rick 让他记住上膛且把保险关了。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 Leon 用的格洛克是没有 safety 的，估计 Rick 用 Python 用多了，忘了格洛克没有 safety。然后啊，更搞笑的一幕出现了 ，Leon 啊作为一个警察却不会用格洛克，感觉啊就像一个软件工程师不会用电脑一样。他拉开 slide 看了一眼，里面没有子弹，上膛。大家看一下啊。是没有任何黄铜色的子弹，连 magazine 上面啊都是空的。然后啊还去扯了一下 magazine release， 以为自己已经关掉了手枪的保险，这是不是被 Rick 忽悠全了？接下来啊，我们看11分11秒左右 ，Rick 自己啊上去查看。这里啊，我总觉得大家应该一起缩小范围才对，大家围成一个圈，不然啊很容易被队友误伤。尤其是Sean在后面拿着那个大喷子，看到他走在前面啊，估计Sean都不敢开枪了，生怕喷出来8、9粒。里面有一个奔到了Rick。11分30秒左右，枪战啊终于发生了。Put it down! Put the gun down! 大家看 Rick 站着的这个位置啊，直接是 down range， 不负众望啊，他中弹了。他破
迫使其他警察同事啊得避开他或者绕开他射击。而且我还真的以为他是被自己的同事不小心打到了。12分18秒呢，瑞克爬了起来。I saw you get tagged, man. Scared the hell out of me. Me too. Son of a bitch shot me. You believe that? Wanna catch you in your vest? Yeah. 原来啊，他穿了防弹背心，还说了一句。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像呢给他换了一件防弹背心，怎么也不关心一下队友呢？即便是穿了防弹衣，被9毫米以上的口径打中，没有穿透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子弹呢带来的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我相信是非常痛的，甚至啊冲击力可能会折断肋骨。再者啊，嫌疑犯是不是全部已经干掉了？现场是不是安全都还不知道。这两个人居然开始聊起了家常，然后瑞克再一次不负众望的被击中了。You understand? No. 这次击中的是防弹背心没有被保护到的左腋下面。一般来说啊，防弹背心保护的是重要器官，所以啊被打中也是不重要的器官。不过啊，由于子弹穿入的角度我们不知道，也算是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两个人啊也是太不小心了。像啊，接下来一个大喷子过去，估计啊可以把嫌疑犯打成了蜂窝煤了。这次的伤呢，让 Rick 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一直啊躺到了丧尸爆发之后。好，我们快进到他从医院跑出来第一次遇见 Morgan， 差不多是26分41秒左右。Hey, mister, what's that bandage for? What kind of wound? You answer me, damn you. Morgan 看到他身上有伤，担心啊他是被行尸咬的，拿着一把左轮就是对着 Rick。不过啊，定睛一看，这个问题啊又来了。Morgan 啊，你这个枪上面没有子弹哦，一把有子弹的 revolver， 从这个角度看呢，应该是这个样子。可能是 Morgan 啊太善良，没有想要伤害 Rick 吧，又或者是道具组啊没有想到会有我这样的人这么细心的去看这个枪。Rick 呢和 Morgan 一起相互了解了一下，互相之间的信任呢也加强了不少。Rick 带着 Morgan 父子呢去了警局洗了一把热水澡，然后呢去选枪。41分左右，这个时候啊 Morgan 的儿子呢想要学枪。Daddy, can I learn to shoot? I'm old enough. Yes, you're gonna learn. We gotta do it carefully, teach you to respect the weapon. That's right. It's not a toy. You pull the trigger, you have to mean it. Always remember that, Dwayne. Yes, sir. 然后啊 ，Rick 就给他来了一个。可是大哥啊，我期待的是这么4点啊。不过呢，末世之下一切从简，我也能理解。然后啊 ，Rick 给 Morgan 了一把 Bolt Action 步枪，让他去拉大栓去。Go up. Take that one. Nothing fancy. Scope's accurate. 估计啊也是没有半自动步枪剩下来了，不然啊不会给他射速这么慢的单发步枪。说实话，一把 Pump Action 的霰弹枪更实用了，连发呢也会更快一点。好，那拿完枪出来之后，他们又碰到了那个不会用格洛克的利用警官，可这个时候啊他已经变成了行尸了。Leon Bassett. 42分55秒左右 ，Rick 为了帮助送利昂警官最后一程，又使用了他的 Cold Python， 那快到镜头都捕捉不到的金手指，快速的 Cock Hammer， 这次呢是真的 Cock 了，你看。而且啊，不像 Morgan， 这次啊 ，Rick 是真的要送 Leon 走，他的 Python 呢也是有子弹的。这个时候啊，我们来到了48分15秒左右，送走了另外一个行尸的时候，他的 Python 呢居然又没有子弹了。好，
我们再快进到57分26秒左右 ，Rick 呢搞了一匹马，然后背着枪呢去亚特兰大找他的老婆和孩子。Let's go easy, okay? I haven't done this for years. Oh, easy, boy. Easy. Whoa.道具组啊要扣一个鸡腿啊，这一看啊就是假的塑料枪，枪管呢都是堵住的实心的，而且啊我差不多数了一下枪管啊，在6把霰弹枪，然后加上子弹，按照7磅一把大概的重量，其实啊木质的枪呢还会比合成材料的要稍微再重一点。Rick 的背包啊不算弹药，差不多呢40多磅，大概呢18到19公斤的样子。对于户外爱好者来说，大家一般的规律呢是你的背包不应该超过你自己体重的20%，不然呢长时间是吃不消的。这样算下来啊 ，Rick 差不多是95公斤210磅左右的大壮汉啊。可是呢看起来啊他并不像一个210磅的大壮汉。然后呢连人加枪就差不多是250斤的样子，那就辛苦了这匹马儿了。到了亚特兰大呢 ，Rick 呢被行尸给包围了，可怜的马儿呢也被吃掉了。这个时候呢 ，Rick 在坦克底下万分危急的时候爆头了5个行尸。Lori, Carl, I'm sorry. 真的很厉害啊！大多数人一紧张了，肾上腺素飙升，手呢也会情不自禁的发抖啊，很难去百发百中。瑞卡打了5发，最后一发呢本来想留给自己，突然呢发现坦克底下有个窗开着，就迅速的躲了进去。进去了之后呢，坦克里边有一个士兵，应该啊也是挂了很久了，可是他怎么没有变丧尸呢？难道丧尸也需要休息睡觉吗？然后啊 Rick 拿出了他的 Beretta M9， 这个按照当年的时间线呢是对的，因为啊 M9 直到2017年才被 SIG 的 P320 替换。2010年第1季的时候啊，确实 Beretta M9 还没有退役。这时候啊，行尸差不多睡饱了，醒过来啊，把 Rick 给吓尿了，把本来要留给自己的那一发357 Magnum 给了这个行尸。接下来的这一幕啊，真的要给细节点赞。被巨大的枪声要震晕过去了，耳鸣不止。看到 Rick 的表演啊，他非常难受，在这种狭小密闭的空间开了一发357 Magnum， 对人的伤害啊，尤其是耳膜啊是非常大的。而且相信 Rick 这个时候也没有戴耳罩。在这种情况之下 ，Rick 发现坦克的盖子没有盖，然后啊急忙上去盖，这反应之快啊，可是妥妥的求生欲。
回到坦克之后呢 ，Rick 赶紧检查了手上的这把 Beretta M9， 他拉了一下滑套，上膛了一发。这可能不应该啊！美军应该执行任务携带的时候，枪膛里边就应该有子弹了，15+1的状态。然后呢，这个膛也上了，应该赶快抵 cock 才对嘛。你看我这个强迫症啊，又犯了。要是再走火一发的话，加上之前的耳鸣，估计要耳聋了。这个时候啊，无线电就传来了我最喜欢的角色之一 Glenn 的声音。Hey you, dumbass. Yeah, you in the tank. Cozy in there? Yeah. 好，那在这里第一集就结束了。行尸走肉的前几季呢是非常的经典，一直看到 Glenn 下线之后呢，然后就没有再继续每集的去追了。我会选择去听一些电影的博主10分钟的简介来跟进剧情。如果大家喜欢行尸走肉这一系列，请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会呢找时间继续聊。好，那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